朋友们好，欢迎回到江风奥妙。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，4英镑你能买到什么？在伦敦连一杯像样的咖啡都买不到，在上海是一顿早餐钱，在纽约街头4英镑连地铁来回都打不住。但在一个女人的梳妆台上，4英镑买到的是她用了大半辈子的一瓶面霜。这个女人是谁？她住在白金汉宫，名下有伦敦最贵的地产，有一整个王室的珠宝库，有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那顶皇冠。他的一句话曾能调动军队，他的一个点头能让外交风向转弯。他就是伊丽莎白2世，在2022年离世前，全世界最高贵也最受瞩目的一个女人。可就是这个女人，一辈子只用4英镑的面霜，不到12英镑的口红，8英镑多的指甲油，早餐吃家乐士麦片，还要装在特百惠的塑胶盒里保鲜。朋友们，2026年4月21日是这个女人的100岁冥诞。就在这前后，白金汉宫为她办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展览，把她一生穿过的衣服、戴过的首饰、用过的物件全搬出来，300多件，一半是首次公开。你猜怎么着？许多英国人排了半天队走进展厅，心想我要看看这女王有多奢华。结果走出来的时候，人人都沉默了。他们发现她留下的东西没有想象的那么贵。这背后到底藏着一个怎样的人？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聊聊这个全世界最不缺钱的女人，为何偏偏用了一辈子普通女性都看不上的平价化妆品？谜底不是她节俭2个字那么简单。真正的答案，英国人有一句话 Never complain, never explain， 从不抱怨，从不解释。这8个字是英国人对女王最高的敬意，也是她一生的写照。不仅如此，这背后还藏着一个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已经失传的秘密。过去70年里，全世界的镜头至少几百次拍到过同一个画面，女王当众涂口红，对我们平民来说，这没什么大不了。但朋友们，这个动作不是爱美，而是一个暗号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它本身就是个违规动作。英国王室有本厚厚的礼仪手册，白纸黑字写着铁律，淑女不能在公开场合化妆。这规矩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传下来的，女人当众补妆等于在大庭广众整理内衣，是要被记一笔的。按理说，全英国最该守这规矩的就是女王本人，她是国教最高领袖，是礼仪活招牌，是全世界贵族的教科书。可偏偏是她在白金汉宫国宴上补口红，在温莎堡接见外宾时补口红，在皇家赛马会包厢里也补口红。哪怕最正式的场合，她也会慢悠悠打开手袋，拿出那支珊瑚红口红，轻点朱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守规矩的女王偏偏为这事儿破戒？直到2022年女王去世，一位曾在白金汉宫服务的男仆才把这藏了70年的秘密捅出来。他说，女王当众掏口红不是在补妆，是在给侍女发信号。每次只要女王把手伸进黑手袋，慢慢拿出那支口红，优雅地补上一下，贴身侍女心里就会响起无声警报，陛下准备离开了。于是侍女悄悄收拾，有人去通知车队，有人准备下一个行程。整个过程谈话继续，笑声回荡，对面正聊天的外宾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。下1分钟，女王起身微笑道别，活动无缝结束。朋友们，你品品，这是个什么功力？这还只是一个信号，女王和侍女间有一整套靠黑手袋和戒指传达的密语。据王室历史学家维克斯披露，这套系统是这样的：手袋从左手换右手，我不想继续这话题，请谁来打断一下？手袋放桌面，5分钟内结束这场饭局。手袋放地板，紧急情况立刻把我撤出去。转动结婚戒指，马上1秒都不能等。听到这儿，有没有觉得这女王有点可爱？还有个细节，她手袋底部缝着个特殊的小挂钩，做什么用？在正式晚宴上，她能把手袋悄悄挂在桌下，不放地上，也不挂椅背，还随时能拿到。
有朋友会问，一个这么厉害的女王，大可拂袖而去，或当场打断无聊的讲话，让场合按她的节奏走，为什么非要费劲练这么复杂的暗号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这个万人之上的女王花了一辈子在练一件事，不让任何人尴尬，这是她的修养。真正的贵族不是拥有什么，而是在拥有一切时选择不把别人踩在脚下。我们回到口红本身，它到底什么来头？名叫 No.7 Stay Perfect， 1962年推出，一管11英镑9毛5。它在英国地位可不得了，不光女王用，它本身已是英国的文化符号。80年代中期，最大药妆连锁店 Boots 觉得这口红卖快30年该换代了，打算把这色号下架。消息一出，你猜怎么着？英国炸锅了。Boots 收到无数抗议信，报纸天天写不准动女王的口红。Boots 顶不住压力，只好宣布好，不下架，继续卖。女王选这珊瑚红也是有道理的。朋友们想想，她身高才1.63米，站在几千人群中，几百公尺外的镜头前，全球注视下，怎么让大家一眼找到她？靠的就是3样：鲜艳的帽子、Fulton 的透明雨伞，还有这抹珊瑚红嘴唇。这个职业素养，他20多岁就想明白了。1953年，27岁的他要在西敏寺加冕，当时政府和王室保守派坚决反对电视直播，觉得加冕神圣，怎能让老百姓在家看？但年轻的伊丽莎白和丈夫菲利普顶住压力，坚持直播。那年几百万英国家庭为看加冕礼首购电视，全世界几千万人见证了这一刻。为这场直播，他特地委托法国 Clarins 定做了一支加冕口红，3个要求：1要配礼袍，2要衬肤色。最重要的是，在53年的黑白电视画面上表现必须良好。朋友们，你品品这个细节，一个27岁的新女王，不光考虑礼仪政治，甚至考虑到了黑白画面上嘴唇会不会发灰。你以为她不在乎外表，他比任何时尚主编都懂被几亿人注视意味着什么。他的简朴从来不是粗心，而是想清楚后的选择。朋友们，女王能够在长达70年的岁月里应对各种繁重的高压工作，始终保持优雅与充沛的精力，这实在令人敬佩。说到保持精力，江峰在这里也要为大家推荐一个补充元气的好帮手，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普瑞堂黑参。普瑞堂黑参精选顶级高丽参，经过古法9蒸9爆工艺精心提炼，能有效帮助我们缓解日常疲劳，增强抵抗力，是您保养身体、馈赠长辈的绝佳选择。做独立媒体不容易，江峰在这里拜托大家多多支持，请点击视频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，购买时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。现在还有重磅福利，只要购买满500美元，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整支黑参，多买多送，把健康带给家人，也感谢您的慷慨支持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1939年，看看这位女王年轻时的故事。现在咱们把故事倒回1939年，那年希特勒的坦克开进波兰，二战爆发，当时的伊丽莎白才13岁。1940年9月，德军飞机轰炸伦敦，一天5颗高爆炸弹直落白金汉宫。当时的王后，也就是伊丽莎白的母亲，说了句加载史册的话：我很高兴我们被炸了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抬头看着东区的人了。东区是什么地方？伦敦最穷的工人区，被炸得最惨。王后的意思是，现在我们和老百姓一样挨炸，终于有脸面对他们了。小伊丽莎白就在这种氛围里长大。14岁那年，她在 BBC 做了人生第一次广播，安慰被疏散到乡下的英国小朋友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承担战争带来的危险与悲伤，但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1944年，她18岁，欧洲战场正打得激烈。一天，她走到父亲乔治6世面前，说了一句让国王当场愣住的话：爸爸，我要去从军。朋友们想想国王当时的表情，宝贝女儿是大英帝国继承人，
王室的指望居然要穿军装去部队，国王死活不同意。可伊丽莎白就是不松口，磨了好几个月，国王只好妥协，但提了个条件，可以，但不能有特殊军阶，不能因为你是公主就被保护，不能因为是未来女王就受破格待遇。他答应了。1945年3月，他走进 ATS 训练营，登记姓名伊丽莎白·温莎，编号230873，没有公主二字。他被分到南部 Camberley 机械运输训练组第一部，每天工作7小时，跟所有女兵一样，学拆引擎、换轮胎、修军用卡车、吉普和救护车。5个月后，1945年5月8日，德国投降，欧洲战胜日。那天全伦敦疯了，几十万人涌上街头，拥抱、亲吻、欢呼，混着哭声。白金汉宫阳台上，国王、王后伊丽莎白和妹妹玛格丽特向群众挥手。挥完手，19岁的伊丽莎白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出去，想和大家一起庆祝。”国王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去吧，但要小心。”当晚，未来的女王穿着 ATS 军装，把军帽压得极低，和14岁换上便装的妹妹一起，在侍从陪同下，悄悄从白金汉宫侧门溜了出去。他们混进了街头狂欢的人群，没人认出他们。公主跟着陌生人一起唱歌跳舞，走进酒吧，在特拉法加广场狂欢。女王晚年回忆起这夜时说：“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之一。”朋友们想想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？身为王位继承人，却没怎么过过公主生活。从13岁起，她就和老百姓在同一个泥坑里滚。还有个故事，1947年11月，战争结束2年，英国仍在实行配给制，粮食、布料全要配给券。这年21岁的伊丽莎白要结婚了。按理说，公主的婚纱该是不计成本的豪华，但朋友们绝对猜不到她那件婚纱怎么来的，是她自己攒配给券换的。当时政府体谅，破例多批200张券，可还是不够做一件上电视的王室婚纱。消息一传出，全英国沸腾了，千千万万的姑娘把攒着结婚的配给券寄到白金汉宫，想帮公主凑件体面婚纱。但最后这些券全被原路退回，每一张都附上了亲笔感谢卡。为何退回？因为按当时法律，转让配给券违法，公主也不例外。朋友们，这事儿真让我感动。一个国家穷到公主结婚得凑券，但这个国家有规矩，所以公主只能心领。11月20号早上，白金汉宫，公主准备去西敏寺结婚，结果戴皇冠时咔嚓一声断了，全屋人傻眼。这可是她母亲传下来的珍宝啊！王后当场安抚：“没事没事，会修好的。”御用珠宝师被警车紧急接来，当场抢修。这还没完，正要出发，大家发现公主脖子上的珍珠项链不见了，那是国王送的结婚礼物，传承自2位历史王后。一通好找，才想起昨晚送去圣詹姆斯宫展示，忘了拿。私人秘书急忙跑去跟守卫解释半天，总算在婚礼前取回。而且婚礼那天，公主的妆是她自己画的。朋友们，1947年11月，伊丽莎白嫁给了希腊王子菲利普。问题来了，这希腊王子哪儿冒出来的？这得从8年前1939年夏天说起。那年7月的一个下午，13岁的伊丽莎白跟着父母去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参观。学院本安排了2名最优秀的学员接待，可就在抵达当天早上，这2人突然同时得了流行性腮腺炎。学院临时抓人顶包，这人是个18岁的外国学员，流亡中的希腊和丹麦王子，身无分文，寄人篱下，长得高高帅帅，他叫菲利普。据著名历史学家描述，13岁的小伊丽莎白那天第一眼看到菲利普，就深深的无可救药的一见钟情。可1个月后，2战爆发，菲利普穿上军装上了军舰，伊丽莎白回到白金汉宫履行职责，2人天各一方，唯一沟通方式就是写信。战争6年，他们的恋爱就在信里谈了6年。朋友们，今天数字时代，
发个表情包不到1秒，你很难想象那年代一封信从军舰送到白金汉宫要走多久，而这中间德国潜艇随时可能把那艘军舰击沉。1946年战后，25岁的菲利普从海上归来，他给伊丽莎白的母亲写了封信，这信我今天得给大家读读，绝对是20世纪最动人的书信之一。能够在战争中幸存，亲眼看到胜利，有机会停下重整自己，能够毫无保留地坠入爱河，这一切加在一起，让我个人的烦恼，甚至全世界的麻烦，都显得微不足道。1947年11月20日，他们结婚了。这段婚姻维持了整整73年，直到2021年，在距离100岁生日只剩不到2个月的时候，99岁的菲利普去世。这是英国王室史上最长的一段婚姻。说到这儿，得提一下小他4岁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。她是个什么人？上流社会饭局上公开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完全不甩规矩，爱泡夜店，跳舞到凌晨3、4点才回家。和披头士做朋友，约翰·兰农叫她珍贵的人造奶油。她还爱上过离婚的战斗机飞行员，掀起王室20世纪最大婚姻风暴。穿着迪奥最新礼服的她被称作时尚叛逆者。那伊丽莎白呢？沉默、自律、守规矩，几十年穿同牌子的套装，戴同一顶帽子，涂同一支口红，两姐妹就是黑与白，水与火，放肆与克制。父亲乔治6世有句名言：伊丽莎白是我的骄傲，玛格丽特是我的欢乐。从小姐姐被当未来女王养，妹妹被当小宝贝宠，这差别对待伴了他们一生。可是伊丽莎白登基后，白金汉宫的女王卧室与妹妹住的肯辛顿宫之间拉了一条不经交换台、不经秘书的24小时专线。这电话做什么用？是姐妹俩每天用来聊八卦的。王室内部爆料，女王常在电话里跟妹妹扯东家长西家短，笑得像个小姑娘。她也常在公开场合说有马哥在真轻松，大家都笑她说的话。2002年2月，玛格丽特因连续中风去世，享年71岁。私人葬礼在温莎堡圣乔治礼拜堂举行，当天女王坐在前排。据玛格丽特好友西班牙侯爵披露，那天牧师开始祈祷时，女王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那位侯爵后来说了一句话，那是我们所有人这辈子唯一一次看到女王在公共场合流下眼泪。大家或许还记得2022年6月，英国为伊丽莎白2世举办登基70周年的白金禧庆典，场面极其隆重。白金汉宫前的林荫道被几十万人挤得水泄不通，音乐会、阅兵轮番上演。但96岁的女王因身体原因缺席了许多场合。就在这时， BBC 突然播了一段2分半钟的预录短片，地点白金汉宫，时间下午茶。镜头里，女王穿着黄底浅花套装坐在沙发上，桌上放着标志性的黑手袋，对面坐着英国最有名的卡通人物帕丁顿熊。管家端上茶，帕丁顿太紧张，竟抓起茶壶对着壶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。女王只是微笑着看他。帕丁顿很不好意思，从红帽子底下掏出一个橘子果酱三明治。女王陛下，您来一个吗？我总带着一个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女王笑着打开黑手袋，拿出另一个三明治。我也是，我放在这里面。朋友们，这幕播出的瞬间，全英国观众当场愣住，因为这是70年来女王第一次告诉世界她的手袋里到底装了什么。短片结尾更让所有人泪目。帕丁顿熊起身摘下红帽子，对女王深鞠一躬。女王陛下，祝您喜年快乐，感谢您所做的一切。朋友们，3个月后女王去世了。这个本为庆典准备的幽默桥段，意外变成了帕丁顿熊替整个英国对女王说出的最后告别。但真正精彩的是幕后故事。女王去世后，演管家的英国演员在播客节目里首次披露了拍摄细节。他说，最难拍的就是那句我也是，我放在这里面。女王一辈子说话都庄重威严，要她突然温柔，她做不到。第一次拍太庄重，
导演上前礼貌地问：陛下能不能稍微温柔一点？女王客气地点头：当然可以，对不起。第二次还是太庄重，导演又说：陛下就像在跟您的孙子们说话那样。女王答应：好的，明白了，对不起。第三次还是不对，管家在旁边看得直冒汗，心想这片子怕是拍不成了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，每次女王都极有耐心地重来，每次都在道歉：对不起，我再试一次。最后终于拍过，全场松了口气。拍完后，管家走过去说：陛下，您真是一位很棒的演员。女王抬头看他一眼，说了句：当然啊，我一直在演。管家愣住了，以为他是说在演女王这个角色，就问：您是说您一直在演女王？女王连忙笑着摇头：不是，我是说每年圣诞节都要上 BBC 给全国人讲话，得记台词，现在年纪大记不住了，挺难的。但朋友们，这位演员回忆说，当那句我一直在演脱口而出时，他听到的绝不是关于圣诞致辞的解释，他听到的是这老太太70年人生的一句大实话。这段短片还有个细节，纳橘子果酱三明治是真的，怕恩纪抹脏手袋，贴身侍女特地换了个女王平时很少用的旧包，拍完后那被果酱弄脏的旧手袋再也没出现过。2022年9月8日下午3点10分，女王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，死亡证明上的死因是老衰，签发人是苏格兰御用药剂师道格拉斯·格拉斯医生。但朋友们，后来王室传记作家披露了个惊人细节，女王晚年其实一直在跟一种叫骨髓瘤的血液癌症做斗争。这70年，她从没让百姓知道过她真实的身体状况，这个秘密她硬是守到了最后一天。接下来几周，全英各地的人络绎不绝来到白金汉宫门外献花，很快花堆成山，在那片花海里出现了许多帕丁顿熊。人们抱来自家孩子的熊，轻轻放在花堆上，有大有小，有新有旧，有的还夹着纸条。王室统计，光是白金汉宫、温莎堡、圣詹姆斯宫和巴尔莫勒尔城堡，民众送来的帕丁顿熊就超过了1000只。后来新王后卡米拉做了个决定，她安排人把这1000多只熊全部专业清洁、消毒、翻新，捐给了全英国的儿童慈善机构。在2022年那个秋天，那些失去父母、身患重病或是家境贫寒的孩子们收到了一只帕丁顿熊，小熊怀里夹着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：这是女王留给你的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帮江峰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